我们今天聊聊贵人。你遇到过贵人吗？他改变了你什么？在你心中，你觉得贵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今天先从一个故事讲起。在公元前473年呀，越王勾践灭掉吴国，洗刷了会稽之耻，越国上下呀都在狂欢。而越国两个最大的功臣就是范蠡和文种。按理来说呀，他们将迎来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刻。在过去20年，两个人费尽千辛万苦啊，辅佐勾践。今天大业成了，那接下来应该封侯拜相，享受荣华富贵呀。但是范蠡不这么想，他没等到封赏就赶紧收拾行装，带着家眷连夜离开越国。而且他自己走了之后还不算，到了齐国之后，又托人给留在越国的文种送去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啊，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当中啊，记录有原文。范蠡在信中写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提醒文种，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了惠，可以共患难，不可同享乐。你现在功高震主，再不走就有杀身之祸，子何不去？为什么你还不赶紧走呢？我们今天呀，很爱说贵人这个词，在很多人的潜意识当中，贵人是来帮我得到很多利益的人啊。比方说关键时刻你给我资源人脉，让我获得更高的位置。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范蠡就很扫兴呀。文种刚刚立下不世之功，他心中期待的可能是房子、票子、美人，结果范蠡跑过来告诉他，这些你都不能再要了，你赶紧放弃吧，命都要搭进去了。你看多扫兴。这可能是我们对贵人的误解。我上次看沈一飞教授的直播，发现有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愿望当成想得到的答案。因为我们太想要赞美了，就希望我问你问题，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我这一边。但是真正的贵人，他不满足我们的欲望，而直指我们心中的需求。就像文种啊，他想要的可能是掌声认同，而他真正需要的是安全呀。而范蠡就看见了他自己没有看到的这一部分，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常常让当事人觉得难堪、愤怒、不甘心。所以啊，很多人一辈子在感叹说，哎呀，我怎么命中没有遇到贵人呢？未必是命运没有给过我们机会哦，有可能是那个可以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人，他出现的时候，他说的话你不想听啊。就像文种收到范蠡那封信，他心中当然有触动，他那么聪明啊，但是他没有按照范蠡的建议来做，他也没有完全不听，他选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称病不朝。我先避过这个风头再说。你看我们现在是开了上帝视角，觉得你文种太糊涂了啊，但是站在当事人的视角，你让他放弃荣华富贵太难了。我们代入一下，这个文种跟着勾践卧薪尝胆20年呀，他前半生几乎是如履薄冰，现在终于吴国灭了，大仇得报了，这个权力、封地啊、地位、名望马上要到手了。这个时候你跟他说赶紧跑路，都不要了，他当然不甘心呀。我投了半辈子的心血，我付出那么多，那我现在走了，我这半辈子都在忙个什么劲啊？你看，当舍不得的时候，心里面就会有侥幸心理。哎呀，这个一起吃过苦的君王，他不至于这么绝情吧？于是文种就安慰自己说，我就装病不出门，也许我也能全身而退。可是勾践没有给他这个侥幸。没过多久，勾践亲自去了文种家，没说太多啊，就留下一把剑。他说，当年先生你教了我7条灭吴的计策，我只用了3条，吴国就灭了，那剩下4条还在你肚子里面，不如你替我到地下去，在先王面前试一试吧。文种只好拿剑自刎。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到之前有一个知名的这个直播主播，当时流量非常的大啊，公司可能就靠他支撑了。他当时参加节目的时候呢，其他的一些旁观者，他冷眼旁观的这些高人啊，就劝他你要早做准备。但是他也是寄希望于老板仁慈，于是当断不断，最后没办法还是离开了平台。你看这种盛极必衰、兔死狗烹在历史上反复上演，人性当中啊一直是这样的。我之前看过一个英国的老电影叫《魔法保姆麦克菲》，那里面有一个长相古怪的保姆，
他干嘛呢？就专门去那些调皮捣蛋、没法约束的家庭当中去照顾孩子。他有一句贯穿全片的台词，翻译成中文是：当你们需要我却不想要我的时候，我会留下；当你们想要我却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走了。当然了，这是一部给孩子们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它点透了贵人的来去。就是我们遇到贵人的时候，常常是偏偏不想见到他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在顺的时候，觉得自己都无所不能啊，身边围着的大多是围着你、捧着你的人。这个时候忽然冒出来一个人说你不对，你这个事情做错了，你的这个位置和财富可能保不住。那你觉得这个人太扫兴了吧？你是不是嫉妒我啊？你挑刺，你是不是看不得我好？但是等楼塌宴席散了，在一片狼藉之中，你回过神才发现，当年那个最扫兴的人可能是唯一的真正想帮助我们的人。你看，这就是贵人的第一张面孔，他往往不讨喜，他来的时候未必会赞美你，而像是一把刀，因为他带来的是真相。不过贵人的玄妙呀，并不只是说在我们人生顺境的时候泼冷水，有的时候是我们在人生的低谷当中，我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它会出现。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啊，常常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啊，就是说，你看你很厉害，你做得很好。但是认可说到底啊，是我们这个有一些事业有成或者是某一方面的成就，别人给我们一张奖状。但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人生的贵人，他往往不会来认可我们，而是看见。你看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啊，韩信最初呢日子很不好过，他先是跟着项羽提出过很多战略建议，这个项羽根本就不理他呀。后来呢他又投奔刘邦，刘邦呢也只让他做年熬，后来又让他只做这个治粟都尉，说白了就是管仓库算账的一个底层的小官。这个乱世之中啊，每天都有人能够抓住机会能晋升。韩信这么有才的人，他坐在冷板凳上看着别人建功立业，他就越来越失望。那么史书当中就记载韩信后来多次逃跑，就表面看你是不是嫌官小了，但是一个受过胯下之辱的人，多么希望能够翻盘自己的人生啊！况且他满腹兵法呀，非常有才华。可是刘邦看不见，项羽也看不见，因为当领导了，很多时候只看结果。你之前有没有打过仗？你之前有什么履历？很普通啊，他之前没有什么业绩啊。直到遇到了萧何，韩信和萧何只聊过几次之后，萧何马上就明白，这个人绝对不只是一个管仓库的料。后来这个萧何又跑了，韩信连夜去追啊，这就是后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萧何把韩信追回来，一方面把他拉回汉营，一方面就逼着刘邦，你要筑起拜将台，直接要拜韩信为大将军。而且萧何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说我表面上给你一个很大的官职，而是在你落魄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见你的才华，我去鼓励你。站在韩信的角度，他希望的可能是被尊重和认可，而萧何是给了他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位置。那这种看见啊，有的时候他的这种状态可能更加激进。比方说现代文学史当中的著名人物就是弗兰兹·卡夫卡。这个卡夫卡临终的时候啊，给他的挚友马克思·布罗德留下遗言，说呢，我死后你要烧掉我的日记、手稿和信件，不要留下来。这个卡夫卡呢，晚年生病，人在这种状态下就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啊，会强烈的否定自己，说我之前做的这些东西好像不怎么样。那么卡夫卡当时对自己否定的一个衍生物就是希望连我的作品都彻底消失。你说这个布罗德如果只是一个顺从的好朋友，他完全可以遵守卡夫卡的遗愿呀，就是把这些作品都烧掉。但是布罗德没有这样做，他违背了挚友的遗愿，用他的后半生整理出版，让这些审判城堡这些经典作品才得以留下。如果没有这次背叛，那我们今天很可能都不知道卡夫卡是谁。所以布罗德就像是命运安排的一双眼睛，卡夫卡说我想毁掉作品，而布罗德看到的是这些文字在未来真的会发光发热。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真正的贵人他就是这么不讲理，他不会顺着你来的。你可能想放弃自己了，
他可能又会看见你身上的价值，他要给你机会。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这个金子最后是会发光的，而那个贵人就是把口袋当中的金子拿到阳光之下的人。那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走在阳光之下非常顺，贵人又会换成什么样的脸呢？还是楚汉相争，鸿门宴。当时项羽带着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只有10万人，低着头跑过来谢罪呀。这个时候项羽多威风啊，我捏死你刘邦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这个时候范增就坐在项羽旁边，在《史记·项羽本纪》当中写得非常生动，说这个宴席上范增多次给项羽使眼色，项羽就是不理他。这个范增着急又拿起身上佩戴的这个玉珏，连晃3次，看到了没有？暗示项羽你赶紧下决断，你赶紧把刘邦给杀掉。项羽的反应就4个字叫默然不应不说话，这个激人。后人读这一段呢，老是说这个项羽叫妇人之仁，或者说他傲慢轻敌。但是如果你带入到项羽的处境当中，你会发现人性不是这么简单的，并不是说我不杀刘邦是因为我傲慢或者心软。因为项羽他是一个靠破釜沉舟、巨鹿之战这种一路打硬仗打出来的西楚霸王，那么他给自己建立起来的这种认同感，就是我有绝对的力量，我是可以在正面战场上跟你去碾压的。那么现在刘邦都已经来认怂了，我在这个时候大局已定，结果你范增非要逼我在酒桌上暗杀他，那你范增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我项羽现在不在这个时候暗杀他，那么以后正面战场上我就打不过他了？这才是项羽真正受不了的地方。因为你范增的暗示破坏了我项羽作为霸王的体面，就相当于我本来战无不胜的，我这个招牌被你戳穿了。所以项羽排斥的未必说你范增这个人不好，而是非要逼我承认我内心可能是有心虚的，那其实肯定是有危机感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在顺境当中最容易被困住的地方，就是容易把顺耳的话当作他说的好有智慧把逆耳的话当作挑衅，那么到时候又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没有遇到贵人指路。可是以牧羊的观察，在命运的分岔口上，老天真的很慈悲，他真的几乎每一次都会派一个贵人来到你的面前，就像晃那个玉珏一样，说出那个关键的话。只要当事人放下面子，我就承认我之前做的不对听人劝，吃饱饭嘛，问题就能解决。问题是我们往往舍不得自己完美的自我形象。我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因为从我的观察和实践中来看，只要这句话对他来说是真正需要的，最关键的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对方他就会莫名其妙的好像就听不见，好像耳背了一样，你说3遍他也听不见。这就是贵人难当的地方，又要有能力来看清你，还要顶着被你讨厌的风险横在你的眼前。那古代这样的贵人，他往往可能是赶尽言的谋士，或者是身家性命跟你绑在一起的生死之交。那到了我们现代生活，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复杂哪有这些什么君臣谋士那些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送来破局钥匙的那个人，他们到底在哪里呢？有的人觉得能拉一把我的这个贵人，一定是我亲近的人、靠得住的人或者说我就去结交一些什么行业大佬。那为了能够去遇到这些贵人，我发现有很多人把时间就放到什么混饭局、混圈子去讨好别人。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人又给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经营人脉。可是你回头去看看自己的人生，你会发现非常反常。真正能够在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的，往往不是熟人或者权贵可能就是一些半生不熟的人。比方说就一起吃过饭，点头之交，或者隔了好几个圈子的前同事，甚至还有那种一起坐过火车就聊了一路的陌生人。这个不是巧合。社会学家马克·格兰洛维特研究过人们到底是怎么找到那些改变人生的工作机会的，结果就很反常识。很多关键信息都是来自于那些1年都见不了几次面的叫弱联系，反而不是那些铁哥们亲戚。当然我们不用研究那些复杂的理论，我们用大白话去看一看它背后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熟人往往是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
我们天天在一起接触的信息、接触的人，它高度相似，那我们就会出现信息茧房，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身边的这些人他大概率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啊，这个熟人之间他有情感上的顾忌，因为亲近啊，他要在乎你的情绪。比方说啊，你遇到挫折了，你的家人、老朋友，他只能来安慰你，要顺着你说呀。这不是你的错，没有关系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害怕你的自尊，说多了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所以熟人给的往往都是一种情绪上的止痛药，这个舒服呢是舒服，但是治不了命里的大病啊。而那个半生不熟的人，他反而没有这种顾虑啊，因为他跟你不在一个圈子当中。首先他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信息，他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可能会触你的眉头，不需要在乎你的面子，所以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反而少了很多弯弯绕绕。我们常常说啊，叫出门遇贵人。其实贵人啊，很多时候他就一直在门外，只是我们太执着于在熟人当中找安全感，执着于用利益去换人脉，反而忽略了那些偶尔路过、随口说出真话的人。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啊，东西方他们的叫法不一样，社会学家叫他们叫弱关系的力量。而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这种在绝境当中忽然出现让人化险为夷的外部力量提炼了一个词，叫做天乙贵人。我们不要去研究这些算命的这些理论啊，这些表面的东西，你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你会发现真的很有智慧。那么普通人一听到就觉得，好运临头啦，老天派了个神仙下来保佑我升官发财，出门能够捡到金元宝。但是我们了解古人为什么会创造这个词，你会发现跟你理解的就不一样。明代呢有一本命理书叫做《三命通会》，里面在讲到天乙贵人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叫做所至之处，一切凶煞隐然而避。你注意这个避字，古人可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天乙贵人一来你就心想事成、黄袍加身了。他说的是原本你可能遇到了一些凶险灾祸，在这股力量面前悄悄退开。你看古人就冷眼观察人性几千年，他们就发现人的命运有的时候就像是在山路上狂奔的马车，顺境的时候得意忘形，逆境的时候又容易钻牛角尖。你这个马车如果不干预，它就一路狂奔，最后就会摔向悬崖。你这个时候说，车夫你来反省反省吧，他自己刹不住车。所以如果要破这个局，他需要一个外部的力量。那我们常常抱怨运气不好，你看眼见马要成的事情被搅黄了，可很多时候那个来搅黄你事情的人，可能真的是命运派来的那个重要人物。他知道那个前面可能是个大坑，你再往前走你就掉下去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未来的这些因果摊开来给你看，只能先把你打断。当然你看这个时候灾祸隐然而避，躲开灾祸的时候，你感觉说我失去我觉得难受所以你看令人感慨的是，世人只想要避开灾难的结果，却不愿意承受被打断的不适，所以常常把贵人当仇人。那么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前走，我们跳出命理去看看东方的修行体系。在佛经当中也有一个相近的概念，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当中有一段记载，叫善财童子53参。说这个善财童子为了求道，一路往南，拜访了53个高人。佛经呢把这些高人统称为叫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说这个善财童子遇到53个人，有高僧，有国王，有长者，还有外道，甚至还有一些看起来行事乖张很难理解的人。他们就用常人难以理解的这些方式打破他的执念，像当头一棒一样把你从泥潭中拽出来。这个善财童子进城先打听到一位名叫婆须弥多女的高人。这个人是当地有名的青楼花魁。那这样的人，善财童子就说见不见呢？硬着头皮去吧。见面之后发现这个花魁他的教化方式超级离谱，谁要是图我的美貌来找我，我就跟谁牵手拥抱。但是颠覆在于这些满脑子欲望的人，只要一碰到他的身体，就像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冰水，非分之想就没有了，变得很清醒。也就是说，他不跟你讲什么色即是空，而是把你扔到诱惑场当中，让你自己把贪念给戒了。
之后啊，善财童子又去拜访一位名叫圣热婆罗门的苦行僧，大老远就看见这个人站在一个熊熊燃烧的火坑旁边。这个老僧看到善财童子来求教，就直接指着火坑说：“来，你跳进去。”善财童子傻眼了，心想：“你这不是要我命吗？”哎呀，最后他咬牙闭眼就跳了进去，结果根本就没有被烧伤啊，反而像跳进了凉爽的泉水当中，通体舒泰，瞬间顿悟。这样的高人是把他逼到了生死的绝境当中，让你自己发现所谓的恐惧不过是自己吓自己。而就在善财童子求道快到终点的时候，他被指引去拜访2位顶级大师。你说顶级大师长什么样？结果他满怀敬意地找过去，推门一看，只有一男一女2个几岁的小娃娃在那个地方玩耍。这2个孩子根本就不搭理他，说：“哎呀，什么跟我一本正经的求教。”拉着他就玩起游戏。这个小孩稍微一挥手，就变出无数个幻觉空间，这个善财童子在里面都迷路啊，一路上把他学到的那些死板规矩折腾了个七零八落。他用儿戏的方式来告诉善财童子，不要端着啦，你苦苦追求所谓的深刻，只是自己在为难自己。所以无论是天乙贵人还是善知识，你会发现东方的智慧当中说的是同一个事情，就是贵人从来不会顺着我们的欲望锦上添花，而是应着我们的危机而来，雪中送炭。可是如果真的老天很慈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贵人，而且他们都是在关键时刻出现，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那么多人把一手好牌打烂？就像当年项羽明明有范增文种有范蠡有这样的贵人在身边，他为什么接不住？这也许就是人性。海明格就说过，人们宁愿忍受熟悉的痛苦，也不愿意面对未知的改变。命运改变的机会出现，人的第一反应不开心的，往往会觉得恐惧、防御，很难立刻拥抱它。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一个共享单车叫 OFO 吗？2017年9月，当时在第3届复旦大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投资人叫朱啸虎就公开喊话说，虽然 OFO 和摩拜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是你们每个月要花大量的资金只有你们2家合并呢才能盈利。但是老板戴威在网易经济学家这个年会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开场合就明确回绝说，我们非常感谢资本因为资本帮助了我们企业快速发展。但是呢，我也想说，我觉得资本也要理解我们创业者的理想和决心嘛。结果 OFO 呢就错过了合并和被收购的一个时间窗口。随着资本寒冬的到来， OFO 资金彻底断裂，至今还有大量的用户在排队等着退还押金，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 OFO 呢实质性已经破产了。所以你看，古人说听人劝吃饱饭，你看这样一个企业家，那都是聪明人当中的聪明人难道他心里不知道这样一条路走下黑，他走不下去吗？为什么听不进去？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这个人的性格固执，他真的是人性。在我们的心理动力学当中，这种状态往往伴随着这种心理，就是全能自恋。全能自恋它是一种心智尚未分化的巨婴心理，就是在心理的层面上，就相当于我是一个皇帝我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么人在连续的顺境或者我手握权力巅峰的时候，蛮容易退行到这种全能幻觉当中，那么潜意识当中就会认为世界都必须按照我的意愿运转。这个时候贵人来了一句逆耳忠言，那他就会打掉一个人的全能感。如果我承认你是对的，就等于承认我失去了我的地位我本来是皇帝我得下宝座了呀。所以如果要接住这个贵人的代价是否定我过去的付出，这种自念受损的痛苦是非常难受的。有哪个皇帝愿意走下神坛？所以你看别人容易，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往往是不愿意的。所以我们往往把那些救命的真话当成耳旁风。当然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要探讨一下，就是并不是说了一句让我不舒服的话就一定是贵人的。因为现实当中会有一些人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持续消耗你，贬低你，那么让你来自我怀疑的人，他就不是贵人，那可能是恶人。那么如何区分贵人和恶人？你不是去看他的话术，而是你自己身体的感觉。贵人会让你不舒服，是因为他说真话，让你不愿意面对自己，但是你难受完之后，你真的
扪心自问啊，你反而会变得清醒，因为你的视野会被打开，你能看到一些之前没看到的地方。而恶人带来的不舒服，它是不断的吸收你的能量，让你在关系当中越来越无力和恐惧。也就是说，让人清醒的才是贵人，让人萎缩的是消耗。所以真正的贵人只是在命运的分岔口，他举起一块路牌，上面写着这些话，都很不客气。但是呢，我只负责指路，而真正选择走哪条路，是不是要转身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承接命运，最后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心量。那既然贵人啊，他只负责指路，那他们指完路之后，他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再回头看那部英国老电影的《保姆》，孩子们需要他却不想要的时候，他一定要留下约束孩子啊。等到孩子们井然有序，特别喜欢这个保姆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地转身走进大雪之中。这句带着西方奇幻色彩的台词，正印证了我们东方哲学当中的一个字，这就是渡。真正的贵人只是在命运某一个节点送来的一条船，渡你过河。你在水里挣扎需要他的时候，他出现带你上岸。可是渡口到了，船自然要开走，因为如果他不走，可能又会成为你新的阻碍啊。因为你会永远指望有人兜底，替你做决定，帮助你，那你就没有办法自己长出这些力量。我就想到林夕的一句歌词，叫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来是渡你，去也是渡你。范蠡留下那封信，自己改名换姓，泛舟五湖，从文种的世界当中消失了。萧何把韩信推上了败将台，把他渡到了主帅的位置，但后面那些九死一生的仗，背水一战，十面埋伏，那终究是要靠韩信你自己去一刀一枪的打的。那些在班身部署的饭局上随口递给你关键信息的人，说完这句话可能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他们都没有留下来陪你走到最后。缘起缘灭，来去风逝。人的一生其实就是在一个个渡口之间穿梭。也许你现在回头看，会忽然想起几年前那个扫你兴的人，可能是戳破你的体面，让你生气愤怒的人。当时你觉得他真的是面目可憎啊，甚至在心里面怨恨了很久。可是到了今天，命运的河流已经拐过几道弯了，我们再看看自己，毫发无损地站在岸上啊。那么当年那些被戳穿的伤口，可能成为了我们身上的一块盔甲。命运的车轮一直在往前，那些曾经在路边冲我们大吼一声，甚至溅得我们满身是泥的那个人，早就消失了。但我们不用刻意的掉头去找他们，只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忽然明白当年那个坎我是怎么过来的呀，能在心里面静静的叹一口气，对自己说，原来那一程我是被你渡过去的，这就够了。如果这期内容让你的脑海当中闪过了某张脸，想起了某句当年刺耳却救了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些故事留在评论区。有一些迟到的理解放在那个地方，它也是一次隔空相逢啊。这里是牧羊奇谈，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